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月枝，欢迎来到月活晚年。很多朋友一看到2026和1月1日这几个字，心里或许都会感到些许波动。最近我们的社群里、朋友圈中，关于身份稳定性、相关审核流程是否会有变化的讨论，确实一直在持续。尤其当你听说身边有人在入境时被请去进行进一步沟通，或者在机场遇到额外核验，甚至有些持有身份多年的朋友也被问及一些过往的情况，这些都不是传闻，而是真实发生在周围的事例。今天林月枝需要与大家非常认真、坦诚地探讨这个话题，这并不是要增加大家的担忧，恰恰相反，是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当前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更加安心。如果你自己或家人正持有相关身份，或者正在等待申请结果，甚至只是有未来的相关规划，那么今天的内容建议你耐心看完，因为接下来要谈到的3类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以及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准备措施，或许对维护未来生活的平稳具有重要意义。在深入探讨之前，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与你有一定关联，欢迎为林月枝点赞，订阅月活晚年频道，也可以把这份内容分享给身边或许需要的亲友。你们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持续提供有用信息的最大动力。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近期大家会特别关注2026年这个1月1日又具有什么意义，这其中涉及一定的行政周期考量。相关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不同阶段的治理重点而有所调整。虽然正式文件中不会出现过于情绪化的表述，但回顾近1-2年的执行数据和已公布的工作方向，一种趋于严谨的态势是较为明显的。1月1日通常是许多联邦机构新财年预算开始执行或新规定正式生效的时间点，而2026年又恰逢下一次中期选举前的关键阶段，可以说是当前阶段工作在相关事务上需要展现进展的时期。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相关机构自身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积压的过往案例需要处理，另一方面社会对于管理规范的期待也需要通过更细致的执行来回应。这种压力传递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审核更加仔细了，以往可能未被深究的细节，现在可能会被更认真的审视。这就好比一个筛选机制，以往的标准或许较为宽松，一些细微之处可能未被留意，而现在标准趋于细致，一些以前未被注意的方面就可能被纳入审核范围。这就引出了今天要谈的第一类情况，也是目前人数较多，需要格外留意的一类，即那些长期在海外居住，仅通过偶尔往返以维持身份的朋友。我首先提及这一点，是因为这种情况在我们周围并不少见。很多朋友在获得身份后，由于工作、家庭或社会关系等原因，仍需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以往常见的做法是什么呢？是不是很多人都认为，只要每半年左右返回一次，短暂停留一段时间，身份就能维持？林月枝今天需要非常明确地提醒大家，这种每半年返回一次即可的观念，是一个需要澄清的误区，并且可能存在一定风险。在相关审核指南中，并没有这样一条硬性规定。审核人员真正关注的核心是定居意愿这一概念。什么是定居意愿？简单来说，就是审核人员需要判断你是否真正将美国视为长期生活的家园。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如果你1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在美国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稳定的本地工作，税务申报也不在这里，孩子也不在此就读，甚至没有有效的本地驾照，
每次入境都像短期访客一样暂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严格每几个月返回一次，审核人员查看你的旅行记录时，心中自然会产生疑问：这个人是否真正需要永久居留权？是否只是将其当作一种便利的旅行许可？一旦这种疑问产生，即使距离特定日期上有一段时间，你也可能在下次入境时被请去进行进一步沟通。尤其是近期，我们见到不少类似事例，持证人在机场被工作人员请到一旁，被要求签署一份名为 IX407 的表格。这份表格的全称是自愿放弃永久居民身份声明书，请注意关键词自愿。许多朋友可能因为语言沟通不畅，或在当时的环境下感到紧张，未完全理解内容便签了字，以为签完便可尽快通行。然而一旦签署，身份便在那一刻起发生变化。你确实可以入境，但身份可能已转换为访客，之前获得的移民状态也随之终止。因此，对于经常往返的朋友来说，所谓的审核变化，并非只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核查，而更可能发生在入境口岸。在你经过长途旅行最疲惫、最想尽快休息的时候，面临更细致的询问。如果你属于这种情况，也请注意，即便申请了回美证，也并非意味着完全无忧。回美证的作用是允许你在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离境较长时间，而不被自动视为放弃身份，但它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你的定居意愿。如果你连续多次申请回美证，每次理由都是需要在海外处理事务，且一处理便是很长一段时间，相关机构也会审核你理由的一致性。他们会问，什么样的事务需要处理如此之久？你的生活重心究竟在哪里？说到这里，如果你的情况与此相似，或你身边有朋友正在这样做，建议及时提醒，现在开始准备完全来得及。如何准备，并不仅仅是购买机票返回那么简单。你需要有意识的、系统的建立你在美国生活的证据链，这包括但不限于保留你名下的水电网络账单，维持活跃的美国银行账户并有定期交易记录，每年按时准确报税，考取或更新本州的驾驶证件，让孩子在美国注册入学，参与社区活动，保留各类会员消费记录等。你要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痕迹，向审核人员展示，我的生活根基在这里，我离开只是暂时的、不得已的。这种生活重心的证明是任何条文都无法替代的实际证据。如果你觉得这部分内容对你有启发，欢迎点赞。我们继续往下看其他情况。第二类需要关注的情况是后果较为严重且可能难以挽回的一类，即曾经在申请过程中提供过不准确信息或材料的朋友。这类朋友有时会产生一种误解，认为身份已经获得多年，甚至接近申请公民资格，总算可以安心了。但林月枝需要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法律现实，对于不实信息并没有所谓的追溯时效限制。这意味着即使你获得身份已10年、20年，甚至已成功入籍，只要被发现当年申请时提供了虚假材料或信息，相关部门有权启动程序，重新审核你的身份状态。这个过程可能逐步回溯。为什么说在2026年前后这类风险可能增加？因为整个行政系统正在推进数字化和跨部门的数据互联。以往你的婚姻记录、税务信息、出入境历史、福利领取情况等可能分散在不同机构的数据库中，想要交叉核对较为耗时。但现在技术进步使得数据之间的比对效率大大提高。
这就好比调查方式的变化，以前是人工翻阅档案，现在可以通过系统进行数据比对、分析和提示，效率不可同日而语。例如，常见的婚姻相关申请，当初为了证明关系真实性，可能提交了不少合照、共同账户等材料，但现在系统比对后，可能发现你们长期没有共同居住的水电账单地址。所谓的联名账户几乎没有资金往来，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各自的状态显示为单身，或与不同的人有密切互动。这些电子痕迹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较难完全隐匿。另一种常见情况是通过庇护途径获得身份。大家需要了解，申请庇护是一项严肃的法律程序，核心理由通常是如果返回原籍国可能面临风险。但是有些朋友在获得身份后，很快便返回原籍国探亲、访友、旅行，甚至还在社交平台分享家乡的美食、风景，配文还是家乡亲切，终于回来了。这种行为在相关审核者看来，可能会与你当初的申请理由产生矛盾。你当年声称返回会有危险，为何现在获得身份后便主动返回？这可能会从根本上动摇你当初申请的理由。一旦被关注，这不仅可能导致身份问题，还可能被认定为故意提供不实陈述。这个记录可能会影响你未来申请美国的任何签证或身份，连带为家人办理相关手续也可能受到影响。而且不仅仅是这些明显的矛盾，许多朋友容易在细节上疏忽，及申请表格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问题。例如，你是否曾经加入过任何组织？你是否曾经被逮捕或指控过？哪怕是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如果你在表格上勾选了否，而后来被查出实际为是，这就可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实质性不实陈述。现在相关机构在审理入籍申请或更新身份时，会非常仔细地核对最早申请签证时填写的 DS-1160 表格，以及后续提交的所有申请表格。如果发现前后信息不一致，比如婚姻状况、工作经历、居住地址有出入，系统可能会自动标记，引发人工审核。因此，千万不要有身份到手、万事大吉的想法。你的申请记录在相关机构的数据库中始终保留着原始档案。如果你的身份获取过程中有任何让你感到不确定的地方，或者你怀疑当年协助办理的中介可能存在操作不当，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回避问题，而是主动寻求一位可靠、专业的法律顾问，进行全面背景核查和风险评估，了解自己的具体情况，看看是否存在潜在隐患。只有充分了解自身状况，才能在面对变化时稳妥应对。讲完前面两类，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类情况。这类朋友其实可能有些疏忽，但也最容易在不经意间遇到问题。那就是无意中触碰到公共负担相关条款或留下某些特定不良记录的持有者。我们需要清楚，持有者虽然有永久居留权，但尚未成为公民，其行为仍需符合所谓的良好道德标准。这并非一句空洞的道德要求，它在相关法律中有一系列具体界定。先谈谈不良记录。许多朋友认为，只有严重罪行才需留意。其实在法律语境中，违法的门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细致、更复杂。最典型的例子是酒驾。一次简单的酒驾，在你看来可能只是罚款，参加学习班即可。但是如果你在短时间内多次酒驾，或酒驾导致事故造成人员受伤，或车内有未成年人，
那么这件事的性质可能升级，被视为情节严重或涉及道德性质的违法行为。一旦被如此认定，你的身份就可能受到影响。再比如，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家庭暴力问题，在这里，这是受到高度重视的领域。夫妻争吵一时情绪激动，发生肢体冲突，邻居听到动静报警，警察到场后可能会采取行动。即便事后配偶不愿追究，案件被检察官撤销，但你的被记录在案已经生成并留存在系统中。在审核官员看来，有时他们并不需要法院的最终判决，只要有警方报告、你的陈述等证据显示发生过相关行为，他们就可能认定你不符合良好道德标准，从而拒绝你的身份更新，甚至启动相关程序。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提醒的隐蔽风险点，即管制物质，例如大麻。林月之了解，现在美国许多州已在州法律层面允许娱乐或医疗用途，街头店面也不少。但是，请大家务必记住，移民法是联邦法律，在联邦法律层面上，某些物质仍然被列为管制物品，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你在入籍面试时，或在入境被海关官员询问时，被发现在手机里有相关照片、视频，或你随口承认曾经尝试过，甚至你就在这个行业工作，这些都直接违反了联邦法律。许多年轻人觉得这很普遍，或误以为州法允许就是合法的，结果因为这个原因被拒绝入境，甚至影响身份的案例，近年来确实时有发生。接下来谈谈公共负担相关的问题。虽然具体政策这几年有所调整和变化，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毫无顾虑地申请和使用那些需要经济审查的政府福利。如果你作为持有者，长期依赖政府的现金援助来生活，或者你在担保配偶、父母移民时签署了法律担保书，承诺不会让被担保人成为公共负担，结果他们来到美国后立即开始申请领取各种救济，那么政府是有权向你这位担保人追讨相关费用的。如果追讨失败，或发现你在申请福利时隐瞒了真实的收入和资产，这就可能构成福利相关的不实陈述。福利相关的不实陈述属于道德性质问题，同样是可能影响身份的充分理由。讲到这里，估计很多朋友心情都有些起伏。确实，面对2026年可能到来的更细致的审核环境，以及1月1日之后各种行政效率调整、费用变动、表格更新可能带来的适应期，我们确实需要保持关注。但是，是不是就只能被动等待呢？当然不是。正如我们这个视频标题所说，现在准备完全还来得及。首先，如果你属于需要经常往返的情况，从现在开始需要重新审视和规划你的生活重心。如果条件允许，尽可能增加在美国实际居住和停留的时间。如果实在因为家庭或工作原因无法长期居住，那你必须提前准备好一套逻辑完整、证据扎实的解释方案，证明你在海外的居留是暂时的，有不得已原因的，并且你与美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每一次入境都要做好被详细询问的心理和材料准备。电子设备里不要存放任何可能引起误解的聊天记录，因为边境官员完全有权检查你的电子设备。其次，对于那些身份已持有多年、符合入籍条件的朋友，林月之的建议是认真考虑，适时申请入籍。虽然入籍申请本身也是一次全面、严格的背景审核，但只要你没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根本性的不实信息问题，成功入籍，获得美国护照，将是彻底解决身份不确定性最根本的方法。成为公民后，你将不再受居住时间的严格限制，也不用再担心因为一些轻微的法律过失而导致身份被影响。
我知道很多朋友对原籍国的护照有感情，觉得回国探亲方便，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权衡的个人选择。但如果你未来的家庭、事业、资产重心已经或即将落在美国，如果你最看重的是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机会，那么公民身份所带来的安定感，其价值可能远超旅行便利。再次，对于那些正在申请过程中或身份刚刚获得不久的朋友，一定要从第一天起就养成良好的文档管理习惯。每次搬家，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在线提交地址变更通知，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太多人忽略了。如果因为没收到相关机构的面试或补件通知而错过截止日期，导致申请被直接关闭，那将非常遗憾。同时，像对待重要财物一样，保管好你所有的申请文件副本、税单、工资单、租房合约、银行账单、保险单，这些看似普通的纸张，在关键时刻就是你居住历史、经济能力和良好记录的最有力证明。最后，林月枝想和大家聊几句心里话。移民这条路，对于我们每一个选择它的人，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无疑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漫长旅程。从最初获得签证的喜悦，到等待身份的焦虑，再到可能考虑入籍的权衡，每一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需要学习的规则。我们现在谈论的2026年变化或1月1日新规，更多的是对一种可能到来的政策调整趋势的提醒和预判。政策的风向或许会变，但相关体系核心的逻辑其实一直没变。他最终欢迎的是那些遵守法律，能够自食其力，并为社会做出贡献，并且真心实意愿意在这里扎根生活的人。只要我们自己行为端正，行事合规，对当地的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对政策环境的动态变化保持足够的关注和敏感，那么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关。哪怕眼前的形势看起来有些复杂，哪怕网络上各种消息让人感到不安，请记住，恐慌和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准备才能。从今天起，不妨就去检查一下你身份文件的有效期，去梳理一下自己过去几年的出入境记录，去预约一位可靠的法律顾问做个简单的咨询评估。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可能在未来帮你避免不必要的困扰，维护你努力多年才得来的一切。今天林月枝在月活晚年的这份分享，如果让你对如何维护自己的身份安全有了新的认识，或者你觉得我说的有些道理，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可以把这份视频分享给更多可能需要它的朋友。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忙于生活，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可能需要注意的事项。你的一次转发提醒，或许就能帮到一个家庭，维护他们来之不易的平稳。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身份维系、申请流程或在这里生活的具体疑问，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未来的路，我们一起稳稳地走。不管是2026年还是更远的将来，林月枝都衷心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安居乐业，平平安安。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林月枝，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